1960年代，冷战的阴霾笼罩全球，核武器让美苏陷入相互毁灭的僵局。但现实的问题却摆在五角大楼的桌面上。如果苏联的钢铁洪流突然越过东欧防线，美军怎么在几千公里外迅速把坦克、火炮和直升机送上战场？答案是一架前所未有的巨兽 C5银河。它的体型比民航巨无霸还要庞大，整个机头像仓库大门一样掀起，坦克可以直接开进副舱。它不是战斗机，却能决定战斗机能不能抵达前线。它不是武器，却是武器能否发挥作用的前提。C5的出现让美军的快速全球部署从口号变成现实，让美国第一次具备了把战争机器整体搬运到地球另一端的能力。而它的故事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要造一架比波音747还大的巨兽？它真的能像宣传里那样改变战争规则吗？而这台吞金兽的命运又是否注定充满争议？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这里是 High Weapon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战略运输机 C5银河。时间拉回到上世纪60年代，那时的美国正陷入越南战场的泥潭，同时在欧洲战线上又要面对苏联庞大的陆军集团军。五角大楼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：美军有实力打仗，却没办法把部队运送到战场上去。原因很简单，兵力投送不足。当时的主力运输机是 C141星式，它的速度和航程都不错，但货舱太小，很多重型装备根本装不下。比如说一辆新式的主战坦克，或者一架 CH-47支干弩直升机， C141根本没法整体运输，必须拆解成零件，再到前线拼装。这种方式既浪费时间，又让美军的快速反应成为一句空话。与此同时，苏联在欧洲大陆压上了100万大军。美军的担忧是，一旦苏联的装甲洪流冲进西德，就必须在几天内把成建制的部队送往前线。可现有的空运能力，连把一辆坦克运送到柏林都很吃力，更别提整个装甲旅。于是1961年，五角大楼启动了一个史诗级的计划 CXX 项目。它的目标写得很直白，造一架前所未有的巨型运输机，能一次性把整个战区需要的重型装备打包送走。波音、道格拉斯和洛克希德3大巨头纷纷递交方案。波音的设计看起来更像后来民用的747，道格拉斯追求稳妥，但方案不够激进。最终，洛克希德以一份极为大胆的蓝图胜出。机身比任何民航客机都长，货舱2层，机头可以整体掀开，连坦克都能直接开进去。五角大楼当场决定，就是它了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一场改变空运格局的巨兽工程被拉开序幕。冷战的空中后勤瓶颈即将被一台前所未有的庞然大物打破。当洛克希德赢下 CXX 项目后，他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把一架飞行的仓库变成现实。先说体型， C5 的机身长度超过75米，翼展接近60米，高度相当于一栋6层楼。它的货舱能装下2辆 M60 主战坦克，或者一架 CH-47支干弩直升机，还能把16辆装甲车一口气吞进去。为了装得下这些钢铁巨兽，洛克希德设计了一个标志性的结构，整个机头可以掀开，货舱尾部还有巨大的下翻式舱门，这意味着装卸不需要转弯，车辆可以直接开进去再开出来，效率大幅提升。再说动力，这样一台庞然大物必须要有强劲的引擎才能托起。C5 搭载了4台通用电气 TF39 涡扇发动机，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批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。它不仅推力巨大，还开创性的提升了燃油效率，算是把民用技术直接搬到军用飞机上。正是这套动力系统后来影响了整个民航业，波音747、DC-10等客机都借鉴了它的设计。此外， C5 的机身采用了上层人员舱、下层货舱的布局，看上去和后来747有几分相似。但别忘了， C5 的出现比747还要早。某种意义上，民用的空中女王747反而是借鉴了这台军事巨兽的思路。为了能在前线临时机场起降， C5 还装了惊人的28个起落架轮子，
分布在主翼和机身下方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分散重量，让它能在简易跑道甚至泥土地上降落。想象一下，一架比波音747还大的庞然大物能直接降落在战区的临时机场，这就是它最可怕的价值。有趣的是，当年很多军迷第一次看到 C5 的设计图纸时，都觉得它不像飞机，更像一座会飞的仓库。甚至有工程师调侃，如果把机翼拆掉，它完全可以当做一栋厂房。洛克希德确实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兽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成本失控与技术挑战。C5 很快成了美国空军口中的吞金兽。当 C5 银河终于从工厂里滑出，确实震惊了世界。可是越庞大就越昂贵，越复杂就越容易出问题。首先是钱，原本五角大楼的预算是30亿美元，但等 C5 真正开工，成本一路飙升，最后直接突破60亿。要知道，那还是上世纪60年代，等于今天的几百亿美元。媒体很快给它起了个外号“美国纳税人的黑洞”。国会山上关于是否要砍掉项目的争论此起彼伏。再次是技术毛病， C5 的机身太大，材料强度一度跟不上。首批飞机在试飞时就发现机翼有严重裂纹，工程师不得不加装补强板，甚至考虑更换机翼设计。还有发动机，虽然 TF39 推力强，但早期可靠性差，经常出现故障，维修周期长得惊人。空军飞行员一度调侃，银河能不能飞不是看天气，而是看地勤有没有熬夜加班。在70年代，美国媒体甚至断言 C5 是冷战军备竞赛里最大的一次浪费。但问题在于，美国空军自己也清楚，没有 C5 就没有全球快速部署，哪怕它再贵再难养，这台巨兽依然是战略上离不开的。于是美军决定硬着头皮养下去，同时启动一系列改进工程。C5 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伴随着争议，它既是战略王牌，也是财政噩梦。如果说研发阶段 C5 银河是美国空军的财政噩梦，那么进入实战后，它才真正展现出战略运输机的价值。1970年代，美军在越南急需大规模物资支援， C5 登场后，立刻让后勤效率提升了一个重量级。它能把整架直升机、整排装甲车一次性送到战场，而不用像过去那样拆解再拼装。对于美军来说，这意味着到达前线的时间被缩短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虽然越战最后以失败收场，但 C5 已经证明了它是美军战略空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时间来到1990年，萨达姆的军队突然吞并科威特，美军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大量部队投送到波斯湾。结果 C5 成了空中运输的绝对主力。短短几个月，美军动员了5000多架次运输机任务，其中 C5 承担了超过40%的战略物资运输。它甚至能直接把爱国者导弹系统整套运送到沙漠里部署，这让美军部队能够迅速在科威特边境布防。有趣的是，当时一些记者在沙特机场看到 C5 一架接一架降落时，用了一个比喻，仿佛整个美国的战争机器装进了一只会飞的银河袋子中。C5 的货舱太大，有时会被用来运送一些超规格货物。最夸张的一次，它甚至运送过整辆苏联制造的 T-72坦克，作为研究样本送回美国。飞行员笑称，我们这架飞机连敌人的家伙都能整套搬回家。可以说，越南是它的试炼场，海湾是它的成名战。无论外界如何质疑它的成本， C5 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在全球战争中，谁能做到快速部署，谁就占据了先手。C5 银河从诞生那天起，就注定是个庞然大物中的问题儿童。为了让它能够真正撑得住冷战乃至后冷战时代的全球任务，美国空军不得不持续为它续命。最早的 A 型，正如前面提到的，机翼强度不足，发动机故障频繁，很多飞行员称它是飞行的试验品。但即便如此，空军还是咬牙把它留了下来，因为没有其他飞机能代替它的运输能力。到了1980年代，洛克希德为它重新设计了机翼结构，可靠性大幅提升。这批改进后的 B 型一度成为冷战后期战略运输中的中坚力量，它们被广泛运用于把部队同缩到欧洲、西亚和远东，是美国战略威慑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一个有趣的冷知识，美国航天局 NASA 曾经改装过2架 C5，命名为 C5C，
他们的任务不是运坦克，而是运送火箭部件和航天飞机配件。巨大的货舱让它成为太空工业的专属搬运工。进入2000年代，美国空军启动了 R1RP 计划，给老旧的 C5 换装了全新的 GE CF6 发动机，同时升级了航电系统和结构。升级后的版本被称为 C5M 超级银河，它的起飞推力更强，航程更远，能在不加油的情况下从美国本土直飞中东，几乎实现全球直达。更重要的是，可靠性终于达标，不再是飞1次修3次。有趣的是，美国空军自己做过试验，一架 C5M 满载货物从美国东岸直接飞往阿富汗，全程不停，结果整个任务比旧型号快了将近10个小时。对战略运输来说，这就是生死差别。从 A 型的问题少年到 B 型的稳健青年，再到 M 型的超级巨兽， C5 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坎坷之路。如今它依然是美国空军唯一能整体运输主战坦克的飞机，哪怕后来出现了 C17 环球霸王，在最大货物吞吐量上依然无法完全替代 C5。 C5 银河的一生几乎就是美国空军全球战略的缩影。它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，太贵、太大、太难养。但半个世纪过去，人们才发现，真正能把战争机器打包空运的只有它。冷战时期，它是美国维持欧洲战线平衡的底牌；后冷战时期，它是美国发动远征战争的第一批先遣队。无论是越南、海湾，还是阿富汗、伊拉克，每一场大规模行动的开端，跑道上总能看到 C5 缓缓滑行的身影。它让美国拥有了一种可怕的能力，随时随地把一整个装甲旅空运到地球另一端。批评者说， C5 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典型产物，耗资巨大，维修繁琐，几十年来它的飞行小时成本始终高得惊人，甚至在冷战结束后，国会多次想把它淘汰，理由很简单，太贵，不划算。但问题在于，替代者一直没有出现。C17环球霸王更灵活，却装不下坦克；民航货机能运货，却不能在战区前线降落。结果是，美国空军不得不承认，哪怕再贵， C5 依然不可替代。就像 B52之于轰炸机， C5之于运输机，同样是一种奇迹般的长寿。首飞于1968年的它，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全球各大战区。它不仅改变了美军的后勤方式，还间接推动了民航业的发展。没有 C5 就不会有高涵道比发动机的突破，也未必会有后来七司机的设计思路。军迷圈里有个段子，如果说航母是海上的美国，那 C5 就是天空中的美国，因为它能把整个美国式的战争机器原封不动地搬到世界任何角落。回顾 C5 的传奇历程，它既是一头吞金兽，也是美国空军最可靠的战略后盾。它用庞大的机身回答了一个冷战以来的根本问题：当战争在远方爆发时，你能不能在最短时间把钢铁洪流送到那里？所以问题来了，你觉得未来的战场，美国还会继续依赖这台老迈的 C5 吗？还是说更先进的运输机，甚至无人化的空运系统会取而代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已经开通了 Hype 功能，也欢迎给我们的视频投上一票。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下一期想看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